雪终于是停了，难得的晴天呀，就是太冷了。中午的时候有零下6度，晚上会有零下9度，明天零下12度呢。这周是暴风雪周，连续的低温和大雪。前面的一场大雪积累的雪还没化，第二场大雪就又来了。看看现在脚踩过的痕迹，这雪坑已经有这么深了。从雪上走过去，这脚就完全陷在雪里边了。每次下过雪呢，这几件重要的事儿都得抓紧时间给它安排上。第一件事儿就是把车上的雪都清扫干净。这周我已经不记得几次清理车上的雪了，感觉一直就在忙活这几件事儿了。这雪不清的话肯定是不行的，否则有急事儿根本就出不去。这次呢，终于是没忘记把雨刮器给竖起来，不会再冻上冰了。你看这雪的厚度，明显比上次厚了好多。现在雪的好处就是它不粘，轻轻的一扒就扒下来了。如果天气要是暖和的话，这雪化了，那变成冰冻在车上就特别难除了。今天晴天，阳光也好，这边照着阳光的地儿，这雪已经自然的就掉下来很多了。把车顶上的雪也都给扒下来。这冬天呀，如果是一直不下雪，就总是盼着下场大雪。可是，一旦下了雪呢，就特别的烦，尤其是像这种连续1周几乎都在下雪，就特别的麻烦，老是得清理打扫。其实这还不算特别大的雪，我记得有一次下雪，门都打不开了，那雪厚的呀。我其实还是挺喜欢我们这7区这地方的，四季分明。春夏秋冬什么季节都有，都能感受到。冬天呢下雪，但是也不会下得特别大，偶尔的可能10年吧有一次特别巨大的雪。看这边背阴的地方，已经有很多的雪都已经冻成冰，挂在这车窗上了。这皮卡车的面积还是大，清理起来稍微的费点功夫。这种小车啊，相比之下还是容易多了。这没几下，上面的雪就都没了。这清理积雪也是一个解压的过程啊。清理完了，看着中午的阳光一照，车里的温度一升高，残留的一些雪都化成水滴流下来了。第二件重要的事儿就是铲雪清理车道了。这车道要是不清理干净的话，那想出去还是有点费劲儿的。外面那种公共道路都是提前撒了融雪剂的，所以一下雪很快就化掉了。我看远处的邻居家，他们的车道都已经清理干净了，都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出来的，还是挺佩服的。我们早晨啊，真是起不来。很多人也会在自家的这种车道上来撒融雪剂，撒融雪剂会简单很多，下过雪之后自己就化了，不用干活。不过那些东西呢，我还是觉得有点污染吧，所以能不用就尽量不用了。而且车道说实话也不是特别长，现在趁着年轻力壮还有劲儿，打扫打扫也当是锻炼身体了。有的人也会用那种电动的，就是烧油的这种铲雪的机器。如果有那种机器的话呢，铲起雪来就快多了。不过我们这儿呢，一年也下不了几次大雪，所以手工铲雪也没什么大不了的，就几次而已。不过要是年纪大了的话，那还真是就得用电动的工具了。我在想啊，等以后年龄真的大了，这些弄不动了，怎么维护这么大的一个院子呀？我们当时买这个房子的时候，前一任的房主他们就是因为年龄大了，不想维护这么大的院子，所以就把房卖了，换了一个小点的房子。如果没有这么大的院子呢，就没有这么多的活，就不需要打理这么多的事情了。我们呢，至少现在还是有乐趣，也有能力做这些事儿。等以后真的没劲儿了再说吧，看看以后的情况。所以说，这田园生活呢，也不都是美好的事儿，真的是有好多活，需要花好多精力和投入的。终于铲完了，这柏油路啊，太阳稍微的晒一晒，上面残留的雪马上就化掉了。现在终于踏实了，如果想出去，随时都可以出去了，终于可以安心的回去休息了。第三件比较重要的事儿，就是弄点柴火回去，赶紧把壁炉给烧起来。
这天气啊还是太冷了。这种设计的房子，如果不烧壁炉的话，在这个时候里边空调不是特别给力，它会一直不停的在那儿启动，但是屋里的温度并升不了太高。拿上我们收柴火的整理箱，去搬点柴火回来。那种90年代的房子呀，到现在也已经差不多有30年了吧。那些房子当时设计的初衷还是应对这种偶然的比较极端的天气，空调到一定温度就没有什么效力了。现在设计的那些新房子，或者是后来有燃气取暖的房子，那可能效果会好一点吧。这木头啊是大块的，还有小块的，都给它剪一些。小块的到时候生火方便，大块的呢，等火着起来之后，可以让火烧得更旺，烧得更久一些。这东西还挺重的，再放一小块吧。哇，好重啊！这昨天给鸡加水走过的脚印儿，已经被新的雪都给覆盖住了。风一吹，雪就像流沙一样啊！看这天冷的呀，这一串一串的冰溜子。现在他们喝水的盆已经冻坏了，我只能这样从房顶上给它倒水喝了。这鸡窝门是完全冻住了，根本就打不开了。再给它们多添点食物。这鸡鸭呀，真是特别渴了，都围在水边啊。现在这菜园里边啊，因为雪实在是太厚了，一点菜的痕迹都看不到了。那边搭的无纺布的小暖棚也都被雪给压塌了，埋在雪底下了。不知道下边的白菜还有其他的耐寒的蔬菜现在怎么样了？到底这边的覆盖作物，远处还能看到有一点点黄芥菜，看样子还是活着的。这边密密麻麻的，不知道是什么动物的脚印儿啊，在鸡窝旁边转悠。开始准备生火了。这昨天着剩下的还有一块大木头，暂时先把它移开。先拿点这种小木头进去，放一块木头在上边，上边倒点这种可以引火的啫喱。现在的木头在外边还是稍微有点潮湿，这是那天买鸡饲料的时候一起买的油木。通常这种小木条给它放上2、3个，给放在刚才的啫喱旁边，然后再放上稍微大一点的木头，给它架起一个类似三角的结构出来。哎呦，这搭的好像不是特别的好，再多来一点这引火的啫喱。点火啦！等一会儿这些木头也烧着了，就可以加上2块大点的木头上来了。这火现在就算是引着了，再拿火钳稍微的给它调整调整，接着就等着就行了。这大冷天啊，最喜欢的就是坐在炉火旁边烤火了，特别舒服。冬天的时候，除了会准备这种木柴生火用，也会准备一些那种钉完的小气罐。如果万一要是停电了的话，那些小气罐至少可以用来煮面呀、做饭什么的。还有就是外边我们也会准备2个稍微大一点的天然气的气罐，以防万一用。这火已经烧起来了，越来越旺了。冬天呢，最重要的2件生存的事儿，一就是取暖，2是做饭。像我们这种地方，如果万一要是断了电，那就也没法取暖，也没法做饭了。还有就是平常我们也会囤一些瓶装水在家里边，以防万一用。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是靠自己的井电动打水的，所以万一要是停电了，那也是没有水的。这些东西就算是有备无患吧，希望永远也用不上，但是准备一下还是有必要的。这是我们平常用的那种钉完的小气罐，一般如果去外边野营的话，带几罐，到时候煮点面、煮点热水，还是挺有用的。这种呢是另外一个品牌的，我们基本就是赶上哪个就买哪个，实际使用的时候没什么差别。我们平常在屋里边涮火锅的话，也是用这种气罐的，还是挺好用的。还有一种是这样的罐子，这比刚才的大一点，而且户外野营的时候用这种的会更多一些。这种呢是丙烷的。